人可以放假，太阳每天要出来，这个所有的动物每天要生长，它要吃。农业这个行业和食品这个行业一天不能松懈的。公司开始做到现在40多年就没有过亏损，大家可想而知，亏损发生在我在任的任上。尽管大家都知道这是有天灾的原因，有其他环境的原因，但我不能那么想，因为我们仍然要看我们自己存在什么问题。睡不好，急醒了，梦见自己在开会，开着开会就发脾气，就急了，就一下子就立起来。甚至手还要挥出去，我老公被我误伤过2次，一边骂一边挥拳，然后就醒了，哭着醒。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在前2年都发生过很久。作为一个领导人，在这个时候，我可以不去看具体的数据，我可以不去想具体的策略，但我一定要想明白拿什么走下去。我这2年飞了无数的地方，在中国的话，我就坐高铁，因为有一段时间我的腰就直不起来，但凡连续坐3个小时的会议，腰就挺不起来，那就只能选择坐高铁，因为高铁可以躺平，把你从这个地方运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因为我们的工厂是实体工厂，它遍布在这个世界上，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各个农村村落里面，所以我必须要自己飞啊。那去年我去埃及，那么我发现我去到这个地方不能光是大家给我安排的旅程，我还一定要去到本地人真的他们常去的这些餐厅、农贸市场以及他们的生活习惯当中，你才能看到真实的需求。我发现埃及的人吃肉量是我们认知的大得多得多，我很意外，他们那里的一个小孩的吃肉量平均肉量比我都大，这是他们的习惯。我当时特别高兴，我说简直没问题，大胆的在这里继续发展。所以我去年去过以后，到现在埃及的市场增长是50%以上，我特别高兴。那我觉得去年去的值，我能够见到非常多很鲜活、很实在的这些生产者、农家农户。不能做，你只是说证明这个价格的公平。因为我觉得女性的领导者，其实我们今天面临了很多的问题，是更多的男性领导者他从来不曾面对过，也永远不可能看见的。不是他们不愿意看见，而是就是看不见。当女性今天我们更多的走到了领导岗位上面，我们除了要决策清晰、杀伐果断，除了要做到这些以外，我们仍然不能丢失社会给我们的要求。比如说你要像女性一样善于沟通，有温柔的一面。那这些要求其实在一个同样的男性身上，我想工作量是增加了3倍，可能还不止。我相信这个行业它存在更淳朴的、更简单的价值观，那不需要你在这个公司里面花过多的精神来想其他的这种公司政治啊、文化呀、应酬啊，好像都不太那么需要。这对于女性的管理者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很开心的事情。那同样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忠于我们自己的本心。我觉得女性的管理者甚至可以把自己在家庭里面对于孩子、对于家庭的这样一种平衡的能力搬到在公司里面，发现这种柔性的女性力量在公司里面，在这个行业特别的有效，特别的 work。 那个电视剧叫做《人在旅途》，人在旅途里面展现的场景是大家住在那些祖屋里面，一家子一家子的这种合家欢。我当时觉得很神奇，这一看
他的这种生活方式，他不是中国，但是他们说的是中国话，而且他们一家子一家子之间解决亲情矛盾的这些理念都是非常中国人的。这给我一种很神奇的概念。我们在2005年的时候，新希望和六合整合在一起，因此形成了中国最大的饲料生产企业。那么2000年左右，我们已经预备要往海外走，但是我们看到在那个时候的东南亚其实是参差不齐的，并不能够特别看到未来的。最重要的问题，汇率的波动的问题怎么解决，人才的问题怎么解决，贸易的问题怎么解决，那么法律有问题怎么解决？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在越南已经有工厂，在某些国家已经有一些零星的工厂。我们想我们要有一个中心，它是能够适用于在海外大家能够幸福的，大家能够认为是公正的，大家也认为这个地方在物理边界上是可行的。所以我想新加坡不难，而它也是毫无疑问唯一的存在。我特别的高兴，我的高兴不仅仅是得奖，我的高兴是说有机会通过这件事情，让生活在城市里面天然是城市化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能够看得到，这一部分人知道我们吃的米面粮油肉都是怎么样生产出来的，是不是被负责任的传递出来的，在做这些事情的工人们，他们真的是资本驱动的吗？还是说他们也负责了极大的责任心、爱心和耐心？我觉得我不是一个故事，我是一个过程，它是逐渐积累，然后我和团队相互作用，相互又更信任，相互都犯过错，相互结果的过程。成功还是成就？我认为我追求的是成就，而成就我认为我很有自信有。